有的企业跟你说全中国有多少万根充电桩，哪都有充电桩，对吧？买的时候说充电桩到处都有，结果你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发现是蔚来到处都有。好，各位买好，我是抖买。今天是暑假呢，买照例是下歇的，不更新视频的。但是这2天蔚来又被骂上了热搜啊，所以呢，我觉得这期视频值得来加更一下。那加更的内容呢，就是关于有同学说蔚来这企业就这点格局，还有什么资格活着呢？那我们从头到尾来捋顺一下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那首先呢，蔚来到处在建充电桩，大家都知道。那最近呢，蔚来打通了河西走廊的充电路线，就是从西安出发，可以一路充换电，然后到达霍尔果斯口岸，这基本上到达了中国的边境口岸了啊。整个这条路线非常长，然后呢，也经过了河西走廊这条每一位中国人可能都会非常自豪的这么一条线路吧。这个呢本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尤其呢是一些充电桩覆盖了非常重要的景区，比如说在赛里木湖就有2根120千瓦的蔚来充电桩。但是呢，前2天有蔚来车主吐槽说，在赛里木湖这个地方充电的时候，发现别的排队非常严重，因为这个地方可用的充电桩其实边上是有一个公交车站是可以充电的，但是他们的开放时间是有限的。然后呢，大量的车主、大量的第三方品牌的车主全部都在蔚来的这2根充电桩充电，导致有的时候蔚来车主去充电的时候要排队相当久。我这里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啊，你可以看到那个特斯拉卖的确实是非常好啊，这个销量确实比蔚来高，所以你能实际上在路上看到，就是即使在赛里木湖这样的地方有蔚来车主在，也有特斯拉车主在，但是这个比例关系肯定是特斯拉多嘛，然后蔚来车主要等待很久。能源团队想想看也对，那优先保证自家车主，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对吧？于是呢，把这个充电桩给设置了一个专属时间，每天的11点到18点仅供蔚来车充电。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内，哪怕一台蔚来都没有，那个充电桩别的车也用不了啊。但是如果是蔚来车主，你插上去直接就可以使用了。这个是一个比较合理，相对来说能有效保证蔚来车主体验的方案。除了11点到18点这个时间段之外，其他时间段这个充电桩是完全开放的，就是你是别的品牌的车一样可以充电。我觉得蔚来做的已经非常棒了，是不是？但是就这样做出来，昨天还被骂了。那有车主呢喷蔚来说，这2个充电桩不给他们用，这段时间是专属使用的，就这点格局，蔚来这企业还有什么资格活着呢？看完之后，其实我是有一点点欣喜外加愤怒的。欣喜的是呢，蔚来的充电桩真的是大家都在用啊，真的是对于新能源出行、对于纯电车出行起到了很大的帮助。愤怒就是这个世界上巨婴还真的蛮多的啊。那从这件事情呢，你能看出来什么？首先呢，蔚来是真的在用心的去建充电桩、建换电站。那别的品牌呢，也真的在用蔚来的充电桩。你看这个蔚来的充电桩建的有多广泛，东边黑瞎子岛辽宁省抚远，对吧？有充电桩的北边什么漠河是有蔚来的充电桩的很多充电旅行的线路，比如说什么318呀、什么川藏线啊、滇藏线啊，甚至说在西藏的拉萨都有蔚来的换电站。这些呢，蔚来都已经建设了好久了。我印象中，那个318应该是好几年前就打通了西藏的换电站应该是去年或者前年也就有了吧。就是蔚来它在努力的、用心的去做基建。你看我后面，对吧？这块电视屏幕，这块屏幕上其实实时显示着全球蔚来车主的换电次数，目前已经换电了25496183次，平均每1.6秒就会有一台车换完电出发。就是换电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产物了2500多万次换电，就是你还没有体验过。那有机会去多体验一下吧。同时呢 ，New Power 一直在干这种雪中送炭的事情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建充电桩其实就是要供电嘛。供电是怎么来的？电是从电网来的。你不能从电网那儿直接把线接过来吧？那么高的电压你怎么用？你要不要用一个相变，就是相似的变压器，是吧？就是我们经常看到充电桩边上有个小屋子，那些东西往往一定程度上都需要去花钱的。你最早建设，那这个钱你花的最多。你建设好之后，别人可能会贴着你去建一个桩，这样的话成本就会相对的低廉一些啊。这种事情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了。你知道蔚来它会率先在一些高速公路的服务区把自己的充电桩建好，对吧？那个充电桩建完之后，紧贴着蔚来就会有一些企业也会去建设一些充电桩。你让他第一个建，那他是不建的，但是他贴着你建啊，他是愿意去建设的。这就是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建花的钱最多，第二个建就可以少花一点钱了。有的企业在这些事情上算的是贼精明。从这件事情呢，我们还能看出有的网友真的是双标严重哦。那蔚来呢，其实最早喊出油车能去的地方，电车都能去。当年遭遇到的是什么？是全网的嘲笑，历历在目，对不？后来有同学开着车去新疆、去西藏，蔚来是怎么解决的？蔚来派着个奶妈车去跟着去服务，当时又是一顿被全网嘲笑。为什么？蔚来当时是这么回答的：蔚来说，这么一位车主，他想去旅行，我们就得给他保障到单独去看这一趟旅行，这个成本一定是贵的。
未来做这个事儿肯定是亏本的，但是把自己的车主服务好，把自己的承诺做到，总会有一天这个事情能从单一形成规模。当一群车主们都出行的时候，未来可能就不需要再使用家电车这种方式，也使用不过来了。家电小车非常辛苦啊，在新疆很多地方我听说都是连续工作，因为现在是旅游季嘛，非常非常辛苦。有充电桩，有2、3根充电桩，就能极大的提升未来的补能效率。其实说白了，这个充电桩压根儿不是为你们建的，只是顺带开放给你们而已。希望有些同学们能有一些自知之明，对吧？不建桩的时候被你们骂要倒闭，建了桩了不给你用，对吧？而且还不是全天不给你用，只是限定一些时间不给你用，也是要倒闭。可能未来在你的眼中连呼吸都是错的吧？那对于这样的同学，我只想说，如果未来充电桩不给你用，你就说这个企业没有格局。那你买的车品牌在这都没有充电桩，它的格局有多大呢？通过这个充电桩，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儿啊！你看，喊着800伏，对吧？建桩真正建的桩的人有多少个？那未来呢？其实公布了自己的建桩数量，在过去的100天，就是未来宣布自己的800伏500千瓦的充电桩开始部署，100天的时间内部署了500根可能很多同学都不知道哦，未来的800伏这充电桩啊，其实是1000伏660安，最大可以支持660千瓦的这个充电桩，在过去的100天已经部署了500根了，这个速度可能会超越所有喊着800伏的充电桩的车企吧？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是很多东西你喊起来是容易的，等到你部署的时候就困难了。你等到你真正部署好，你去充电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充电好像是受电网影响、受车端影响、受桩影响这3个，对吧？情况影响中的一个最小值来决定你的充电速度能有多快。我给你一个800伏的桩，你的车没有那么快的速度，你用不了；我给你一个800伏的桩，你的电网供不了那么多电，一样用不了。就像这一次赛里木湖的充电桩，如果只有1台车在充，大概可以充到90千瓦、100千瓦左右；如果是2台车去充的话，每台车就只有60千瓦，电网能拿来的电就这么多。你这个时候聊什么800伏，聊什么1200伏都没有意义。每个人2台车一起用，每个人的充电千瓦就是60千瓦，100度电就是实打实的要充1个半小时。如果你是60度电，你也要充1个半小时，因为电池变小了，不代表你的充电速度变快了，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哈，电池没有办法在很长的在完整的一段中永远保持住自己的最高峰值充电功率，对吧？在这一条微博下面呢，我也看到了一些争议啊，比如有人问，未来把价格说得更贵一点，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告诉你，更贵一样会被骂。今年冬天在东北的时候，那东北的充电桩也是稀缺的，未来已经把服务费调高了，好像最高调了5块钱一度服务费啊。你想，电费可能1块钱，服务费5块，那一度电就要6块钱，这意思是啥？这意思是别的车没啥特别紧急的需要，你就不要去充了，但是被别人骂了，因为未来车主他充电其实不是6块，未来的全体车主还有一个Power North 计划，你在东北去充电的时候，未来是免收服务费的。对，所以说服务费调的什么5块钱一度，未来并不会实际的向车主收，而只会向第三方的车主收，明白吧？所以当年东北已经证明了把费用调高是没有用的，并且费用调高了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方圆那么几百公里内，就未来这2根桩调高了，你一样会充电。就这么说吧，这时候经济的杠杆、经济的调节手段是失效的，5块钱一度电你一样会充，只不过充完之后你会骂未来黑心而已。所以把电费调高这个事儿没有用，可能最终如果说要调整的话，就调整一下，看看优化一下这个充电桩实际的占用情况。比如说2根桩有1根给你一个专属，有1根给别人使用就是还是要评估一下到底有多少未来车主在那边旅游，在那边使用嘛。毕竟现在是大数据的时代，对吧？未来自己也有一整套非常好用的这个数据预测、数据规划的能力。如果说一定要指责一下未来有没有这个瑕疵，我觉得就一点，就是未来的充电桩大家默认都是开放的，在你在做这种不开放的时候，你应该在自己的软件，比如那个家电那个软件，很多第三方车主用是吧，在家电软件上把它标出来。那截止到现在呢，我其实一直没有看到家电软件上把这个使用公告的使用时间给它标注出来。那我知道在未来的车友群里面，在未来的整个那个流道里面，车主可能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对车主本来就没有影响，可能大家就默认不标。但是考虑到那个 Neo Power 实际上也服务了其他品牌的电动车，实际上 Neo Power 80%的电量都是服务于别的品牌的，对，未来建的充电桩80%的电量是充给别的车的，把这个信息
透明度展现的更好一点，我觉得对于品牌是有价值的，好吧？对于大家还没有买电动车的同学们来说，我觉得一些根本的解决方法有几点吧。第一个呢就是买蔚来，你买蔚来这些事儿就没有了，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督促你的企业去建桩啊，就是你买的时候，有的企业跟你说全中国有多少万根充电桩，哪都有充电桩，对吧？买的时候说充电桩到处都有，结果你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发现是蔚来到处都有，这好像也不太行，对吧？然后呢，就是不要在用的时候说，要不是我们来支持 NeoPower， 蔚来早就倒闭了；要不是你们充电，蔚来早就倒闭了。然后不让你用的时候又喊格局小，我觉得有这样的心态，其实你的生活过得应该也不是很幸福吧。第四点呢，就是充电的路线赚不赚钱，蔚来其实正面回复过，这种旅游线路上的充电桩是有季节因素的。单独去核算这一个充电桩的全年一定是亏损的，对，一定是亏损的。但是让车主们能放心的纯电出行，这个价值又是不可估量的。说白了，亏本的生意，如果没有系统性的去经营，像 NeoPower 它可以用别的地方的充电桩去摊一摊，去评一评这个地方的充电桩，对吧？没有系统性的经营，其他企业根本没法干，或者说有的企业不能接受任何亏损，哪怕自己的用户体验差一点，那这个就是风格的不同了。那蔚来是可以接受自己在特定位置的一些亏损的，只为了自己的车主体验好，因为体验好是一个无比高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呢，就总结一下吧，其实充电桩啊，买几乎都不怎么聊，因为对于蔚来车主来说，大部分的时候呢都是换电的，换电有多爽呢？3分钟时间，对吧？就给你把车加满，3分钟给你加75度，3分钟加100度，甚至要不了多久吧，3分钟就可以加150度，这个等效补能效率50C，是吧？现在有一些人有个480千瓦充电桩，就喊着自己是6C、5C 超充了，对吧？那蔚来这种5分钟就给你加150度的，加100度的，那是不是能算50C 的充电桩呢？蔚来说不会这么去喊，因为这么喊没有意义。整个充电就像我之前说，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受限于各种各样因素叠加的结果。而且就算天时地利人和，桩也好了，电也够了，你的车的 SOZ 也低了，车的电池温度也合适了，你的最高充电功率、峰值功率就那么一小段，不可能整段都峰值功率高。所以蔚来对于充电这个事情的解决方案就是换电为主，然后辅以大量的海量的充电桩，然后这些充电桩大量的去给第三方使用。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说，这已经做得够厚道了吧？整个行业就是电动车在快速发展，充电桩就是不够，亏本的事情没有人愿意做，那怎么办呢？那今天好不容易出来一个蔚来这样的冤大头，你还不好好的保护、好好的支持、好好的鼓励，去多买几台他的车嘛，对不对？好了，这个是本期懂买买的视频，希望你能喜欢。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不要忘记平时收藏、订阅懂买买卖的头条、B 站、微博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